特币的牛市在今年就会结束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轮牛市呢，其实比特币创下了一个壮举，也就是在减半之前呢，我们就突破了前高。我们都知道，我们即将在今年的4月20号迎来比特币的减半。不过呢，我们早在3月的时候，3月初的时候，我们比特币就突破前高了，突破了上一轮牛市的前高。这个是比特币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那我们可以来标示一下这个事件。首先呢，我们把前高给标示出来了，大概在69000的位置。那其实我们当时在3月4号的这一周啊，我们就创出了70000的历史高点，也就是我们在减半前我们就突破前高了。好，那我们可以把我们过往呢突破历史前高过后，剩下几天我们就创出了历史的高点的天数呢，都给计算出来。因为我认为啊，当我们在突破前高之后，比特币创下历史新高，整个市场呢会被点燃，这个情绪会被点燃。那么情绪被点燃之后呢，这个持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它可以持续多久呢？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往。或许会有很多人说，市场生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对，没错。不过呢，人性是不会被改变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在2017年年底的时候啊，我们在12月我们就创出了我们历史的高点。那我们最早呢，我们在2020年的11月23号，我们就突破了我们历史的前高。那其实我们突破历史前高过后呢，然后直到我们创出牛市的顶峰啊，它大约只间隔了343天，也就是不到1年的时间哦。在我们上一轮牛市的时候，我们突破牛市的前高过后，不到1年，我们就创出了我们这轮牛市的最高点。那我们在这轮牛市会不会也这样子？也就是我们很明显啊，我们在24年今年的3月初，我们就突破了历史前高，也就是我们不到1年之内呢，我们就会创出我们这轮牛市的顶峰，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我们可以再往前复盘一下，其实我们如果往前复盘，我们可以发现结论就是，基本上每一次呢都是遵循的这个规律，不会相差太多。像我们当时在13年的时候，我们创出了1242的高点，那我们大约在17年的2月底，我们就突破了，当时创下了1293，然后随后呢，我们也是花不到1年的时间，大约是287天，我们就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也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疯狂期的时候，这段时间是有限的，它不可能无限的延伸。那我们再往前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当时呢，在2011年的时候，它不能算是一个典型的牛市，为什么呢？因为它不符合我们4年1轮的周期嘛。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减半，对不对？那17年、21年、25年啊，那17年再往前是13年，13年再往前是09年啊。所以当时在11年创出的这个顶峰，它确实不是一个典型的牛市，因为它不是由减半推动的。但是我们把11年的顶峰呢视为是一个高点，我认为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时在13年的牛市的时候呢，我们突破了历史的前高过后，我们也花了仅273天啊，我们就来到了这轮牛市的最高点啊。所以你可以发现啊，基本上我们在每轮牛市呢突破历史新高过后，我们都大概不到1年的时间内，我们就找到了这轮牛市的最高点啊。你可以看到这里，从疯狂到达顶峰就是273天的时间啊，其实很短哦，真的非常短哦。然后我们当时在17年的时候287天，然后我们在21年的时候呢是343天。其实我们来纵观一下我们这3次的数据，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综合一下，大约不到300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牛市的最高点。那如果我们把我们过去所获得的这个规律呢应用到我们现在的盘面上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3月4号我们就突破前高了。如果说我们就取300天的数值的话，大概300天左右吧。好，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跟大家公布一个消息，就是如果我们取刚好301天的话，那我们会到2024年的12月30号，也就是我们在2024年的12月30号，今年的年底之前，基本上按照过往的规律，我们就会找到我们这轮牛市的最高点了。其实我们在牛市，我们找到牛市的顶峰，或者说至少是顶峰附近，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在顶峰的时候卖掉我们的比特币，那么不管我们前面有多少的未结盈亏，都是没有意义的。那当然，我们未来呢还会有一段时间会走牛市，这个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依然坚定的持有着我们这2张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比特币呢入场价位是在$44,900，那么一直拿到现在$7万左右。你可以发现我们已经掌握了非常不可思议$25,000的涨幅。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就开仓，一直到现在$3,500。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持有着未结盈亏大约是800多万台币的利润。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个收益非常不错，你也想试试看交易，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哦，就是可以提币的。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已经做到1:1了，真的非常优惠。好，那我们回到盘面上，其实各位朋友们，为什么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呢？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结束的时间啊，非常有可能比所有人预期的，或者说比过往的周期都要来得更提前。因为我们这轮牛市它已经提早开始了，它从我们在22年的年底找到底部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开启了牛市，中间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太大的震荡的。但其实我们在过往的牛市，我们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行为。那为什么庄家要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牛市提前呢？其实很简单，就像我们所说的，庄家他玩的就是人心人性，市场会改变，环境会改变，但是人心是不会改变的。如果说庄家他把牛市开启的时间提早了，那么他就可以让大多数的人来不及上车。其实我们在过去1年多以来的上涨，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很多人都踏空了，好像很多人都不在车上。即使大家都知道会有牛市来，你不觉得庄家真的很厉害吗？大家都知道会有牛市，可是依然有非常多人，至少大多数人是上不了车的，没有上车的。这就是庄家厉害的地方，因为他把牛市的开启时间呢，比过往的周期提前了。那各位朋友们，我们要回答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轮牛市很有可能会提早结束，或者说比周期要来得更提早结束呢？其实很简单，一样，庄家玩弄人心。牛市开始的时候，庄家不希望大多数的人上车；熊市开始的时候，庄家不希望大多数的人下车。那么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牛市提前结束，让大家还沉浸在牛市的欢乐之中的时候呢，不愿意下车，那庄家就可以获得最大的利润，他就可以趁机派发他的筹码。所以我相信这种可能性呢，是我们要提前纳入考虑的。那我们频道最近呢开通了会员功能，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频道的会员。我们最近又更新了、修正了一些福利，又把大家的福利呢弄得更好了。我们只要加入最基础的、最便宜的会员等级呢，你就可以观看一些基础的教学影片，有几十支影片，那还有图文观点，每天都会有，然后会送你科比托跟 Bybit 联名的上衣，还会有免费的实体聚餐呢，真的非常优惠。那如果比较高级一点的会员呢，你们会有当前的行情影片，还会送你 Bybit 的周边套组，那每半年就会有一次高级的实体聚餐，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支持我。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大家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们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